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夜染桑之故事解说》。桑婉和纪泽修维持了5年隐秘的地下恋情。这5年里，纪泽修每周都会专程飞往国外陪伴她，让桑婉一直抱有期待，以为他多年对外清心寡欲，从不公开恋情，都是为了默默等候自己。他守着这段不见光的感情，满心憧憬着两人能够官宣，光明正大地走到所有人面前。可桑婉等来的不是名分与公开，而是纪泽修向自己的继妹蒋依依求婚的消息。这一刻，他彻底清醒。长达5年的陪伴与付出，从来都不是双向奔赴，自己不过是纪泽修排解寂寞、消遣时光的工具。心死之后，桑婉果断斩断过往，转身开启新的人生，意外嫁入金氏顶级豪门沈家，彻底摆脱过去，开启逆袭之路。在桑婉拥有全新归宿后，弃她而去的纪泽修心生悔意，他放不下身段，贸然闯入桑婉的生活，偏执纠缠，试图挽回。关键时刻，桑婉的丈夫沈初年出面制止，气场凛冽地警告纪泽修，敢在自己的地盘逼迫桑婉，就是自讨苦吃。被沈初年强势震慑，纪泽修瞬间服软，低声认错，连连保证再也不会犯错。现场众人目睹这一幕，十分意外，有人认出了沈初年，也有人误将他当成了传闻中私生活混乱、带有暴力倾向的申家二少申航。桑婉并不知晓沈初年的真实身份，误以为他就是申航，主动上前自我介绍，表明自己是他的相亲对象。与此同时，现场还有另一名女子自称是申二少的相亲对象，场面瞬间尴尬，围观众人暗自紧张，圈内皆知沈初年最痛恨申航这类人渣。如今桑婉认错人，贸然搭话，大概率会惹上麻烦。更关键的是，金氏一直流传着沈初年喜好男色、不近女色的传闻，众人都认定桑婉此番举动凶多吉少。就在众人纷纷揣测结局时，沈初年主动叫住桑婉，语气淡漠地询问他接近自己的真实目的。桑婉思虑再三，认真询问沈初年，两人是否可以直接领证结婚。他心中自有盘算，蒋家此前许诺，只要他或申家联姻，就会归还本该属于他父亲的全部遗产与产业。为了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，桑婉不再纠结联姻对象的人品出身，只当这场婚姻是各取所需。他主动和沈初年定下契约，自己不要申家彩礼，蒋家也不会准备嫁妆。婚后他绝不干涉沈初年的私生活，不约束他的社交，但唯一硬性条件就是两人婚后绝不同房。听完桑婉冷静理智的条件，沈初年看着眼前全然不念旧情、果断决绝的女人，低声呢喃，感慨她早已将自己彻底遗忘。他语气带着执拗，明确告诉桑婉，即便他不愿意，自己也绝不会放手。随后，他直接提议两人即刻前往民政局登记领证，快速敲定婚事。突如其来的领证提议让桑婉倍感意外，他从未想过自己的婚姻会如此仓促，和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定下终身。百感交集之下，桑婉彻底放下对纪泽修的最后一丝念想，暗自告诉自己，世间不止纪泽修一个男人。他笃定昔日薄情的前男友终有一天会为自己的选择后悔。不远处的蒋依依亲眼目睹两人匆匆离去，满脸诧异，连忙招呼纪泽修看向两人的背影，满心羡慕的期许，总有一天他和纪泽修也能这般光明正大地并肩同行。看着两人远去的身影，蒋依依又自我安慰，不愿相信平凡普通的季姐桑婉能结识沈初年这样的顶级权贵，甚至暗自嫌弃沈初年私生活随性，觉得桑婉和他牵扯定会受人诟病。沈初年敏锐捕捉到蒋依依的恶意揣测，淡然开口辟谣，并非桑婉品行不佳，而是自己本身有严重洁癖，从不随意与人亲近。领证结束后，沈初年贴心提出送桑婉回家，桑婉因对他身份心存芥蒂，顾虑颇多，礼貌婉拒，选择独自打车返程。不久后，身为纪泽修私人秘书的桑婉收到了出差通知，纪泽修特意为他准备了大批精致华丽的礼服。桑婉满心疑惑，自己只是出差处理工作，并非出席走秀场合，根本用不上这般隆重的服饰。纪泽修温柔带强势的解释，这是对他5年无名无分、默默受委屈的补偿，同时叮嘱他，身为自己的秘书，日常穿搭必须精致得体，时刻保持最佳状态。诡异的氛围让桑婉心生疑虑，打算致电纪泽修确认出差安排。另一边，沈初年的弟弟楚琛暗自揣测，大哥突然官宣婚讯，大概率是和家人赌气，他并未放在心上，打算打电话安抚大哥，化解这场闹剧。纪泽修察觉桑婉心生不满，刻意闹脾气后，态度瞬间变得傲慢居高。他直言，以自己的身份地位，能收留无依无靠的桑婉，让他做自己的情人，已是莫大恩赐。他厉声警告桑婉，闹脾气需要有度，若是执意离开自己，日后只会流落街头，无依无靠。面对纪泽修的轻视与打压，
桑婉眼神坚定，态度淡然，明确告知他自己早已结婚，拥有了专属归宿，再也不会依附任何人。至此，他彻底斩断了和纪泽修5年的所有情愫。纪家豪门宴会上，一众名流齐聚，众人纷纷热议纪泽修与蒋依依的联姻。在场之人无一不认为，婚姻讲究门当户对，家世普通的桑婉根本配不上纪泽修，唯有名门出身的蒋依依才是与纪家匹配的最佳人选。听着众人的吹捧，蒋依依故作娇羞，依偎在纪泽修身边，嗔怪众人取笑自己。纪泽修温柔安抚，顺势询问她是否期待成为堂堂正正的纪太太。两人亲密恩爱，格外刺眼。就在这时，桑婉径直走入宴会现场，当众递交离职申请，要求纪泽修签字批复。桑婉的突然闯入打破了现场的温馨氛围，纪泽修脸色骤沉，厉声呵斥他身份低微，没有资格出席高端宴会，当众闹事。桑婉不卑不亢地反问，自己已然离职，再无上下级身份之分。随即淡然追问，他这般动怒，是不是心底舍不得自己离开？纪泽修满脸不屑，直言桑婉只是众多秘书中的一员，自己毫无不舍。随即厉声驱赶他立刻离开。桑婉眼神冰冷，态度决绝，将离职申请递到他面前，只要他签字，自己便彻底消失，再不纠缠。他直视着纪泽修，坦言常年伴他左右，看尽他的冷漠薄情与偏心偏爱，只觉无比恶心。决裂的话语彻底激怒纪泽修，他阴鸷地警告桑婉，就算他日后跪地哀求，自己也绝不会再心软帮扶。桑婉毫无畏惧，坦然告知自己早已成婚，有丈夫撑腰，绝不会落得孤苦无依的下场。随即转身，正式与纪泽修道别。桑婉准备离场时，在场几名纨绔子弟见纪泽修彻底放弃他，便出言轻薄调戏，嘲讽他跟随纪泽修5年，早已毫无清高资本。现场调侃声此起彼伏，还有人恶意暗讽纪泽修身体欠佳。蒋依依见状，立刻假意维护纪泽修，委屈指责桑婉造谣抹黑。面对蒋依依的惺惺作态，桑婉淡然回怼，让他若不信流言，大可亲自验证。蒋依依被对得哑口无言，慌乱失态。纪泽修立刻上前维护蒋依依，强硬逼迫桑婉道歉。桑婉神色淡漠，告知自己已经离职，纪泽修无权再对自己发号施令，随意指责。现场气氛僵持不下。桑婉当众告知所有人，方才众人的嘲讽、诋毁与恶意言论已被他全程录音并上传云端留存。若是有人继续滋事抹黑，他会立刻联系媒体，将这场闹剧公之于众。蒋依依见状，立刻装作大度善良的模样，劝阻众人不要为难桑婉，刻意彰显自己的温柔宽容。身边众人纷纷夸赞蒋依依心性纯良，还安抚她，纪泽修满心偏爱她，定会替她出气。桑婉今夜必将为自己的嚣张付出代价。宴会结束后，纪泽修追上桑婉，依旧傲慢地警告她不要妄图用离职威胁自己。他与蒋家的联姻是助力纪氏集团发展的重要决策，势在必行，绝不会因为桑婉而改变。桑婉毫不留情地回怼嘲讽，直言他依靠联姻借力女方家族壮大企业，和出卖自身博取利益的从业者别无二致，毫无尊严。这番话戳中纪泽修痛点，让他勃然大怒。纪泽修强行压下怒火，依旧偏执地认为桑婉今日的任性、说谎、刻意激怒自己，都是欲擒故纵的把戏，只是为了博取自己的关注，挽回自己。他笃定地告知桑婉，这些小手段对自己毫无用处。见桑婉沉默冷淡，纪泽修又故作温柔，想要上前关心安抚。桑婉立刻侧身躲开，明确告知他，从他向蒋依依求婚的那一刻起，两人就彻底结束，再无半点纠葛。纪泽修始终不愿接受现实，固执地认为两人从未真正分开，笃定桑婉若真的舍得，绝不会无名无分跟随自己5年。随后，他拿出施舍般的姿态，承诺只要桑婉安分做秘书，依旧可以留在自己身边，入住纪宅，甚至荒唐提议让桑婉与蒋依依一南一北，互不干涉，共同留在他身边。蒋依依听闻这番安排，满心欢喜，温柔等待纪泽修的回应。桑婉看着自私偏执的纪泽修，心底满是失望与酸涩。即便早已看透他的绝情，依旧为自己5年错付的真心感到难过。就在桑婉暗自神伤落泪时，沈初年悄然出现在他身后，温柔调侃自己的妻子怕是刚刚失恋，语气里满是心疼。桑婉猛然回神，立刻摆正态度，严肃提醒沈初年自重，强调两人只是契约婚姻，关系生疏，无需这般亲密。沈初年却格外认真地反驳，结婚证具备法律效力，两人的夫妻关系真实不虚，她是自己名副其实的妻子，不该为不配的人流泪难过。桑婉缓缓收敛情绪，坦然告知自己并非为纪泽修难过，只是惋惜5年白白耗费的时光与真心。沈初年不再多言，直接让桑婉收拾个人物品，
即刻跟自己回家。桑婉满心疑惑，不解为何这般仓促，甚至反问他是否担心两人分居，自己会和前任旧情复燃。他顾虑两人只是契约夫妻，不宜过度亲密，提出搬家事宜可以延后，待双方家长见面后再商议。沈初年没有反驳，只淡淡回应随你，随即让他立刻下车。突如其来的冷脸让桑婉一头雾水，完全猜不透他生气的缘由。另一边，桑婉主动找到母亲，告知自己已按要求获申二少相亲，希望母亲兑现承诺，归还父亲留下的丽园别墅与公司股份。母亲态度强势自私，当场拒绝，声称丽园已是蒋依依的居所，还以身家的人脉资源拿捏桑婉，逼迫她妥协。为了稳住桑婉，母亲假意松口，承诺只要她成功嫁入申家，便归还所有产业。桑婉看着功利偏心的母亲，暗自感慨，这位意外结缘的便宜丈夫，反倒成了自己夺回遗产的最大助力。直到此刻，她才知晓自己丈夫的真名叫做沈伯年，觉得名字清雅好听，却吐槽他人性格阴晴不定，难以捉摸。她本以为沈初年此前闹别扭会刻意疏远自己，没想到对方始终默默等候她归来。深夜，沈初年带着微醺独自归家，吩咐佣人煮一杯醒酒茶。久等无果后，他发现屋内空无一人，误以为桑婉只是赌气，不会真正离开。随后佣人告知桑婉早已离职，根本没有出差安排。沈初年这才知晓自己猜错了，依旧嘴硬的表示旁人煮的醒酒茶都不合心意，只有桑婉煮的才对味。佣人一眼看穿他的心思，直言他不必嘴硬，想念桑婉大可直说，只要主动哄一哄，女孩子的气很快就会消减。可沈初年依旧死要面子，不肯低头。佣人暗自笃定他日后定会追妻火葬场。次日，沉不住气的季泽修主动联系桑婉，勉强为自己昨日的态度认错，却依旧不改傲慢本性。他不满桑婉删除自己微信的行为，放狠话扬言早晚要让桑婉主动回头，哭着求他复合。两人见面后，季泽修不满桑婉的刻意疏远，质问他为何不再像从前那般黏着自己。桑婉无心叙旧，直接索要自己的私人物品。季泽修故意拿出桑婉与父亲的合影要挟，笃定他念旧舍不得丢弃，偏执认为他的冷漠疏离只是想要台阶下的欲擒故纵。桑婉早已厌倦他的自以为是，再次冷静决绝告知他自己已经结婚，两人再无可能。季泽修满脸不屑，全然不信，认定这只是桑婉刺激自己的谎言，直言他前日还满心依赖自己，不可能仓促嫁人。就在两人僵持对峙时，蒋依依提着亲手做的蛋糕赶来，看到桑婉在场，瞬间心生敌意。他故作乖巧温柔，询问两人交谈内容。季泽修刻意划清界限，谎称只是公事闲谈，随即让桑婉先行离开。桑婉瞬间明白，季泽修是怕蒋依依知晓两人过往，影响他和蒋家的婚事。他没有当场戳破，刻意保留余地，方便日后拿捏两人把柄。蒋依依热情邀请桑婉晚间去家中吃饭，同时告知季泽修自己父亲有意和他商议两人的婚事细节。季泽修当即应允。桑婉冷眼旁观两人亲密温存，内心毫无波澜。蒋依依见状，误以为桑婉是极度酸涩，暗自得意，笃定他只是故作淡定，撑不了多久。回到家中，蒋依依的父母正式敲定他与季泽修的婚事。为了让他婚后体面，打算换掉他从小恋情的丽园琴房，置换一套更大更好的别墅。蒋依依满心不满，坚决拒绝更换，还刻意告状，称桑婉明知自己自幼在丽园长大，还刻意争抢，恶意针对自己。父母极度宠溺蒋依依，丝毫不在意丽园这套老宅，直言将别墅直接给桑婉即可，后续会给蒋依依置办更好的房产。这番偏心的安排让蒋依依更加记恨桑婉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报复桑婉，让她难堪。不久后，桑婉直接前往属于自己的丽园别墅，管家连忙上前阻拦，告知蒋依依正在屋内，劝她改天再来。桑婉态度强硬，直言这是父亲留给自己的遗产，自己随时可归，无需避让他人，正好借机让蒋依依一行人全部离开自己的房产。桑婉径直走入别墅，当场撞见蒋依依与季泽修在自己的屋内举止亲密，姿态暧昧。蒋依依见桑婉闯入，立刻装作柔弱受伤的模样，假意疼痛示弱。季泽修当即怒斥桑婉疯狂无礼，看着两人刺眼的举动，桑婉心生厌恶，直接端起泔水泼向二人，冷漠直言两人的品行卑劣不堪，如同泔水一般令人作呕。蒋依依又惊又气，委屈质问桑婉为何无故伤人。桑婉冷眼回击，两人擅闯自己的别墅，在自己的床上举止不雅，被泼是理所应当。他顺势嘲讽季泽修吝啬拮据，连开房的钱都舍不得出，只能在别人的地盘肆意放肆。季泽修连忙辩解，
称只是蒋依依不慎摔倒，自己只是伸手搀扶，指责桑婉心思阴暗，恶意揣测。蒋依依也连忙附和，辩解两人绝不会白日出阁，是桑婉误会。桑婉全然不信说辞，强硬要求两人立刻搬离自己的别墅。蒋依依被他强势的气场震慑，慌乱无措。季泽修看着全然不在意自己的桑婉，暗自诧异他的变化之大，这般云淡风轻的模样，险些骗过了自己。桑婉懒得纠缠，直接吩咐手下将蒋依依、季泽修及所有无关人员全部清离别墅。蒋依依急忙阻拦，哭喊着屋内的钢琴是心爱之物，不能搬走，还哀求季泽修帮忙求情。季泽修立刻喝止桑婉的手下，强势要求桑婉向蒋依依道歉，声称只要他认错，今日之事便可一笔勾销。桑婉冷笑回击，该道歉离场的是这对不知廉耻的男女，两人无钱开房，擅闯私宅放肆，自己没有报警追责，已是仁至义尽。蒋依依依旧曲解心意，笃定桑婉是嫉妒自己得到季泽修的偏爱，才刻意针对自己。季泽修也强势站队蒋依依，声称自己与蒋依依是未婚夫妻，相处方式与地点都是个人自由，桑婉无权干涉。桑婉淡然回怼，两人私下行事自己无权干预，但闯入自己的地盘，脏了自己的视线，自己绝不容忍。他随即放出底牌，称已经拍下两人亲密画面，若是继续纠缠，便直接公之于众，发到全网。季泽修被彻底震慑，不敢再放肆。最终，季泽修与蒋依依一行人狼狈被赶出丽园别墅。离场时，季泽修满心愤怒，放狠话扬言桑婉日后必定后悔，会哭着求自己原谅。归家后，母亲得知别墅闹剧，当众斥责桑婉刻薄咄咄逼人，心疼蒋依依委屈落泪。桑婉满心寒凉，直言自己只是夺回父亲遗留的产业，本就是理所应当。母亲依旧偏心，拿出父亲的公司股份威胁桑婉，逼他安分顺从。桑婉不再畏惧，直接亮出自己与申家的联姻底牌，表明自己已有抗衡资本，不再任由家人拿捏算计。母亲震惊于一向乖巧的桑婉已然蜕变，敢于公然反抗自己。桑婉淡然坦言，从前年少懵懂才会任人算计，如今自己清醒独立，该轮到家人顺着自己的心意行事。家人见桑婉软硬不吃，只能无奈妥协，主动缓和关系，约定周六与沈家见面商议婚事，承诺只要沈家迎娶桑婉，便归还全部股份。桑婉冷静要求对方信守承诺。心怀怨恨的蒋依依一心报复桑婉，主动找到申二少刻意抹黑桑婉，谎称他为争夺家产不择手段，自甘堕落，随意联姻，品行卑劣，想要让申二少厌弃桑婉，让他彻底颜面扫地。后续的社交聚会上，蒋依依刻意布局，想要当众揭穿桑婉，让她沦为笑柄。桑婉的闺蜜雨桐原本打算和她商议酒店股份事宜，见现场人多杂乱，风波不断，瞬间没了兴致，直接离场。季泽修在聚会中看到桑婉，依旧偏执地认为她现身此处只是为了吸引自己的注意，博取复合机会。他上前拦住桑婉，语气满是嘲讽，直言早知他在此，自己绝不会前来。桑婉满心厌烦，当即呵斥他放手，不愿再有牵扯。不远处的蒋依依看到两人拉扯，瞬间怒火中烧，认定是桑婉不知廉耻，主动勾引季泽修。他上前质问桑婉，自己已经让出丽园别墅，桑婉为何依旧不知足，执意争抢自己的未婚夫。桑婉懒得过多争辩，反问蒋依依为何不亲自询问季泽修，到底是谁主动纠缠，刻意招惹。此时围观众人道出真相，大家这才知晓，季泽修与蒋依依早已暗生情愫。桑婉整整5年的陪伴，不过是顶着蒋依依模样的一场替身闹剧。真相当众揭开，蒋依依精心伪装的温柔大度彻底破碎，颜面尽失，狼狈不堪。至此，桑婉彻底释怀，5年错付的真心，隐忍的委屈全部落幕。他彻底告别不堪的过往，放下这段不值得的感情，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全新人生。